引染入目，直见斩邪。咱们今天来讲中国古代著名的这个捉鬼大神钟馗。2025年科隆的游戏展，黑神话钟馗作为压轴正式和大家见面。这个神秘人物啊，别说外国人，就连中国人自己能说清楚的人也为数不多。钟馗究竟是怎么诞生的？关于黑神话钟馗，我们可以期待什么？以黑神话系列为代表的这个 PC 游戏发展的现状啊如何？猛哥有猛料，让我们一起来和钟馗走进游戏世界。钟馗是怎么诞生的？首先我们要知道，钟馗和孙悟空一样，都是神话里的虚构人物，只是不同于孙悟空来自标准的原著《西游记》，钟馗并非出身于四大名著这种名门望族，而更像走街串巷的这个朝阳区的热心群众，活在百姓的这个口口相传中。清代诗人苏魏曾这样描述这个钟馗：小草出山成进士，意在表明呢钟馗这一形象离奇曲折的成型历程。究竟是怎么离奇？看完这个视频你就明白了。现在钟馗是正义的象征，是资深捉鬼人，但是在故事的开始，钟馗甚至都不是一个人，他的原型形态是一样物品。古代有一样工具叫锤，头大而尖，和玉制礼器大概很像。这个锤在齐地被叫做钟馗。一开始这个东西一点也不稀奇，是每家每户都有的普通工具。之所以开始有了神秘色彩，是直到唐代它成为了捉鬼队的工具之一。古代百姓无法理解天灾和变化，把这些通通归咎于鬼，看不见摸不着，专门躲在角落里干坏事。《左传》里说，季景公梦见疾病变身成了2个小孩，躲在药膏攻不到的地方。既然有鬼作祟，人肯定不能坐以待毙，必须冲锋上阵于是捉鬼队就出现了。人们研究出了一套完整的工作流，怎么判断鬼的位置，怎么打鬼，打鬼后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庆祝仪式。在这套 SOP 中，钟馗就是那个不可或缺的这个打鬼工具。这恐怕就是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鬼灭之刃吧。久而久之，钟馗在百姓们心中成了捉鬼的这个代名词，象征着惩奸除恶，避祸驱邪。《左传》中提到，周灭商国之后，分给这个康叔英明7族，其中就有一个叫钟馗氏，一个家族直接就这个名字，可见当时的钟馗在人们心中的正面意义。最有意思的是，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，把钟馗的木头柄磨成了这个碎屑服用，可以治疗鬼打，足以见得人们当时把锤神化到何种夸张的地步。人们对于钟馗辟邪的这个印象加深以后，开始把它取作人名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曾经有一段时间的这个钟馗取名热，人们用钟馗做名字的时候，清一色的把钟馗的钟改成了钟表的钟，并逐渐变为我们现在流传的钟馗。这个原因呢，说起来还是民间认为直接用原有的字不太尊重，属于一种避讳意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锤作为钟馗原型的工具意识逐渐被淡化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钟馗以名字的形式得以流传，并且人们模糊的把它当作驱邪的神的信仰和崇拜。在世俗的逻辑里，很多神都是在经历了很多劫难之后才成神的，但即便是神，他们也应该先是人，并且在凡间渡劫之后才能幻化成神。从这里之后，钟馗是物的时代就结束了。清代的赵翼总结这个过程说，钟馗本来是个驱鬼的工具，后来人们觉得有辟邪作用，开始当人名取，流传的久了，反而忘了那个驱鬼的工具，而是真当成有姓钟名馗的这个人了。那么钟馗的人物形象是怎么出现的呢？是在唐朝奠定的。最早记载钟馗出世的文献中说，钟馗生于隋朝，是个读书人。唐高祖武德年间，可能是因为没有考中的原因使他撞在台阶上自杀了。有一种说法是他本人考中了，但皇帝见了他真人之后，觉得他太丑，便取消了他的成绩，所以钟馗撞死在大殿上也是反抗。总而言之，这个悲剧形象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。后续关于钟馗的传说有很多，但是都离不开一个字：丑。可能大抵是因为人间以貌取人之事太多，人们将其移情到了钟馗身上。那钟馗到底有多丑？抱头环眼，蓬头乱发，膀大腰圆，鲢鱼嘴，脑门宽，眼珠子大还往外凸。久而久之，这个名字就成了丑陋的这个代名词。晚唐诗人温庭筠就有了温钟馗的名号。仅仅过了200-300年，钟馗的意思就变味了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人们觉得叫钟馗很吉祥，到了晚唐你要是叫钟馗，就要被人嘲笑了。而真正让钟馗和神联系起来的是唐玄宗做梦这个事儿。在这个故事里钟馗彻底的从人升格为神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这个艺术形象。唐玄宗到底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呢？《天中记·唐异史》中说，有段时间玄宗
梦见一个小鬼偷走了玄宗的玉笛和贵妃的香囊，醒了就一病不起。直到白天，模模糊糊又梦到了一个南婆大鬼突然冲进来，抓住害玄宗生病的小鬼，一口给吃掉了。玄宗问其究竟是何人，这个大鬼悠悠回头，说自己是终南山进士，是要除掉所有害人生病的这个妖魔鬼怪。巧合的是，玄宗醒了后病就真的好了。于是呢，他让吴道子把梦中见到的钟馗画下来。吴道子画完后，玄宗连连称赞，说他画的与梦中所见之人如出一辙。随后便命人把画印起来，分发于民间，意为传递好运和正义。唐玄宗是个酷爱歌舞的皇帝，就连梦中的想象也确实丰富。传说就是这样真真假假、假假真真的流传起来。钟馗作为神道的形象，在唐代以后就基本定型了。到了宋代，钟馗成了家喻户晓的捉鬼明星，形成了钟馗热。不管宫里还是民间，钟馗都是打鬼活动的主神，几乎成了一年一度的例行公事。从唐到清，钟馗既人鬼神于一体，参与的活动多又杂。因为能看家护院捉小鬼，所以和门神争过长短。后来因为辟邪驱鬼能力高超，又把人们端午参拜的张天师挤到了爱把手，可以说是受人喜爱的同时，也是可塑性最强的一位神了。我们可以对黑神话钟馗有什么样的期待？从火爆程度来看，黑神话系列早就超越了一个游戏的一个体量，它暗含着人们对于中国文化 IP 出海的一个期待，也蕴含着人们对于中国本土游戏跻身一流的这个愿望。游客这次没有选择做黑神悟空的 DLC， 而是重开了一个新角色，无疑是很有勇气的做法。很多人对此感到诧异，但其实游客早就注册了黑神话钟馗的商标。从黑神话悟空发布首支预告开始，黑神话三部曲的这个消息一直被人广泛讨论，只不过后续因为迟迟得不到相关的信息确定了，加上那时人们大部分的注意力都在黑神话悟空上，人们就逐渐忘了黑神话钟馗和三部曲的事情。总之，这不是游客的拍脑门的决策，而是一个精心布局。首先，在核心玩法上，它绝不只是又一个悟空，官方明确说了要追求清爽的变化和新意，这意味着钟馗的体验将会截然不同。我第一个期待的就是深度的这个 RPG 与解谜玩法。钟馗是谁？是进士，是文人，是判官，他不仅是武夫，更是一位智慧侦探。所以游戏很可能会加入大量基于中国民俗志怪的逻辑解谜，比如在荒废的古宅中调查冤魂的成因通过解读诗词、风水、卦象来破解机关，寻找恶鬼的这个弱点。这将会极大的丰富游戏的探索维度，让战斗不再是唯一的主菜。我第二个期待的是千变万化的这个花式的武器的玩法。悟空用棍，钟馗用什么？预告里的那把剑只是一个开胃的一个小菜，古籍里记载的这个清风七星宝剑只是标配。我们完全可以期待他能使用各种驱魔法器，比如远程束缚敌人的不妖锁、换位攻击的降魔扇，甚至是收取魂魄的紫金葫芦。每种武器都可能带来一套全新的战斗逻辑，从近战劈砍到远程的法宝的操作。武器切换带来的不再是招式的变化，而是整个战斗策略的颠覆。第三个也是我在期待的驱神御鬼的这个随从坐骑宠物玩法，这才是驱魔大帝钟馗的真正的核心能力。他可不是单打独斗，他麾下有五鬼300阴兵，这在游戏里是怎么实现的？答案一是随从的系统，我们很可能可以召唤并指挥不同功能的鬼族作战。比如让接神鬼沉默施法的妖怪，让助力鬼顶住机关或扛伤，自己则在一旁输出和解谜。这是一种动态的策略性的战场管理。答案是坐骑系统。预告片里那头霸气侧漏的辟邪兽，它怎么可能只是一个背景板呢？飞天遁地，穿越特殊地形，甚至在空中与魔物战斗，它必将成为探索这个黑暗神话世界的重要伙伴。答案3是宠物收集系统。钟馗的职责是捉鬼，那我们击败的妖怪是否也能为我所用，收集、培养、净化各种精怪，让他们成为我们的战力，或提供各种被动的增益？这玩法光是想想就让人兴奋了。黑神话钟馗带给我们的将是一个更加黑暗，也是更加奇诡的中国神话世界。它不仅仅是另一场这个视觉的盛宴，更可能是一场融合了动作解谜、策略与收集的全面的进化。它将考验玩家的操作，更将考验玩家的智慧。玩家将不再仅仅是齐天大圣，更是执掌阴阳、号令百鬼的这个驱魔真君。
中国游戏发展的现状啊。黑神话系列的成功，究竟是中国游戏工业的昙花一现，还是一个全新的起点呢？老李认为啊，中国游戏行业有自己的光芒，也有自己的这个紧箍咒。先来说说光芒。首先，黑神话系列呢，毫无疑问的是一剂强心针。它证明了3点：第一，中国的游戏的技术力达标了，虚幻五引擎、电影级的画面、扎实的这个动作手感，这说明我们的顶尖团队完全有能力做出比肩国际的3A 大作。第二，文化输出通了。以前是我们玩最终幻想，看日本文化；玩战神，看北欧神话。现在全世界玩家都在为金箍棒疯狂，最民族的就是最世界的。第三，单机买断制成了，在免费手游称王的市场里，黑神话悟空证明了，只要品质过硬，中国玩家愿意为高品质的买断制游戏买单，而且是游戏中的天价。但中国游戏的头上呢，也一直都带着一个紧箍咒，悟空的成功难以复制，它背后折射的正是整个行业面临的困境。第一难，成本之难。传言悟空每小时开发成本超2000万，耗时近5年，这种级别的投入，99%的国内厂商根本扛不住，做成了是神话，做败了就是个笑话，风险极高。第二难，人才之困。我们缺的不是程序员和美工，缺的是有3A 项目经验，能驾驭超大体量项目的顶尖制作人、核心编剧、技术总监。游戏科学可以10年磨一剑，但行业等不了那么久。第三难，市场争论。悟空在北美销量排名仅第42名，这说明文化隔阂依然存在。如何既讲好中国故事，又能让老外完全看懂并共情，这是我们期待钟馗能解决的难题。第四难，路径依赖，手游来钱快，市场成熟，让国内有制作能力的大厂们放弃舒适的氪金流水，去冒险投入高成本、长周期、高风险的单机3A，需要巨大的决心和魄力。我们怎么看？总而言之，黑神话悟空是一把火，它点燃了希望，但它烧不穿所有的迷雾。它证明了我们有能力走向山巅，但告诉我们爬上这座山有多难。当然，这一切都还处在这个早期阶段。但有了悟空，珠玉在前，我们有理由相信游戏科学将会再次交出一份令人惊叹的这个答卷。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。你对中国游戏的未来是乐观还是谨慎呢？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。猛哥有猛料，带你消除100个信息差。记得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